NASA 的普賽克號飛船最近從火星旁邊飛過去了。原本很多人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軌道借力，但真正讓外界開始躁動的是他拍下來的幾張照片。因為照片裡的火星看起來不像一顆行星，更像一具正在宇宙裡緩慢冷卻的屍體。尤其是這張最出圈的彎月火星，整個火星幾乎完全沉入黑暗，只剩下一道極細的銀白色弧光掛在宇宙邊緣。很多人第一眼甚至以為這是月球，但仔細看你會發現一個奇怪細節，這道邊緣在發光。月球沒有大氣，所以不會出現這種柔和輝光，可火星有。NASA 後來解釋，這其實是火星大氣中的塵埃在太陽逆光照射下產生的散射現象。也就是說，普賽克號當時看到的並不是火星表面，而是火星最後殘存的大氣層。這個畫面其實非常震撼，因為我們平時看到的火星永遠是被太陽照亮的那一面，但普赛克號是從火星有面方向切進去的，它看到的是一顆大半已經陷入黑暗的星球。而這道亮邊就像這顆行星最後的一口氣。更詭異的是，科學家後來發現，這次照片裡呈現出的火星邊緣塵埃層比很多人預想的更明顯。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火星雖然已經接近死亡，但它依然有天氣系統，依然有塵暴，依然有高空氣流，依然有大氣運動，只是它已經弱到幾乎保護不了自己。地球海平面的氣壓大約是火星表面的160倍。如果你站在火星上，空氣會稀薄到像地球3-4萬米高空，你甚至會感覺自己暴露在宇宙裡。而這張照片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其實是火星和黑暗之間那條分界線。它太乾淨了，幾乎像刀切出來的一樣，因為火星大氣已經薄到無法像地球一樣讓光線產生大範圍漸變。地球黃昏是溫柔過渡，而火星的白天和黑夜更像突然斷電。這是兩顆行星命運完全不同的證據。隨後，普賽克號又拍到了火星南極。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這張圖時，都以為這是普通冰川，但實際上這裡面有一部分根本不是冰，而是凍結的二氧化碳，也就是乾冰。照片裡能看到一種很奇怪的分層結構。外圍是亮白色，內部則帶着灰黑色紋理，周圍還有大量像樹枝一樣擴散的暗紋。這不是山脈，而是火星極地在長期凍結與蒸發過程中留下的地表痕跡。火星的冬天，二氧化碳會直接從大氣中凍結，覆蓋地表。等到季節變化，它又會重新升華回大氣。這個循環已經持續了數十億年。問題是，如果火星今天還能凍結二氧化碳，那說明它過去的大氣可能比現在厚得多，而越來越多證据顯示，遠古火星很可能真的存在過海洋。NASA 這些年已經在火星發現古河道、三角洲沉積、含水礦物、洪水沖刷痕跡、地下冰層，甚至疑似古海岸線，甚至一些區域還出現過季節性鹽水活動跡象。換句話說，幾十億年前的火星可能並不像今天這樣荒涼，它也許曾有雨、有河流、有天空，甚至可能擁有適合生命存在的環境。而那時候，火星上可能真的下过雨，可現在它變成了一顆正在慢慢風化的世界。而普赛克號拍到的這些照片，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它讓你第一次直觀看見一顆行星是怎麼死掉的。很多科學家現在認為，真正殺死火星的很可能是磁場消失。因為地球之所以還能擁有海洋和大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地核仍在活动。地球內部那顆高溫液態金屬核心一直在緩慢流動，這種運動會產生全球磁场，而磁场會替地球擋住太陽風，否則太陽釋放出的高能粒子會像砂紙一樣一點點刮掉大氣層。火星的問題就在這裡，它的內部可能早就冷卻了，磁場消失後，太陽風開始長期剝離火星大氣。幾十億年後就變成今天這樣。真正恐怖的是，火星可能曾經和地球很像，只是後来它的心臟停了，磁場消失，大氣被剥離，海洋蒸发，最後變成今天這顆冰冷荒漠。而這裡恰恰也是普賽克任務最核心的意義，因為這艘飛船真正的目標其實根本不是火星，它要去的地方是一顆叫16 Psyche 的神秘金屬小行星。科學家懷疑那可能是一顆失敗行星的裸露核心。什麼意思？
簡單說，它原本可能像地球一樣擁有地壳、地幔和金屬核心，但在太陽系早期瘋狂碰撞時代，它外層被整個撞碎，只剩內部核心暴露在宇宙中。如果這個猜測成立，那意味着人類將第一次真正看到行星內部。因為地球核心我們永遠到不了，現在人類最深鑽井大約只有12公里，可地球半徑是6371公里。我們對地核的認知本質上幾乎全靠地震波推測，而16 Psyche 可能直接把一顆行星最深處的秘密裸露在太空。更誇張的是，科學家懷疑這顆金屬世界可能富含巨量鐵鎳金屬，它甚至可能代表着太陽系形成初期那些原始行星核心殘留下來的遺跡。也就是說，普賽克號正在接近的，也許根本不是一顆普通小行星，而是一顆被剝開的行星心臟。這也是為什麼普賽克號這次掠過火星，並不僅僅是在借力加速，它其實是在做一次真正的實戰彩排，包括測試磁場探測器、測試多光譜成像系統、測試高速飛掠狀態下的數據採集、測試深空導航精度，甚至還順便尋找火星周圍是否存在極其微弱的塵埃環。因為理論上，火星2顆衛星火衛1和火衛2長期遭受微隕石撞擊後，會不斷釋放細小塵埃。這些塵埃有可能在火星周圍形成一圈非常暗淡的環，只是太弱，人類至今很難直接確認。你會發現，現在 NASA 越來越像在做一件事兒，它不是在看宇宙，而是在考古。因為太陽系並不像我們小時候課本裡那樣安靜，它曾經極其暴力。行星互撞、軌道遷移、大氣蒸發、衛星碎裂、核心裸露，整個太陽系像經歷過一場持續數億年的戰爭，而今天的地球很可能只是幸存者之一。所以很多科學家現在越來越關注一個問題：火星會不會就是地球未來的預演？而普赛克任務則像是在同時研究行星是怎麼誕生的，以及行星又是怎麼死去的。這也是為什麼這次任務會讓很多人產生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因為普賽克號的路線本身就像一條時間軸，它先從一顆逐漸死亡的行星旁邊飛過，然後再前往一顆裸露的行星核心，一邊是行星死亡後的殘骸，另一邊是行星誕生時的內部，而人類第一次同時看見了兩端。NASA 預計普賽克號將在2029年抵達16 Psyche， 並展開長達26個月的軌道探測。如果一切順利，未來幾年人類可能第一次真正看見一整個金屬世界。到那時，我們或許會突然意識到，地球腳下那顆滾燙的金屬核心並不只是一個地質學名詞，它很可能就是一顆行星能否活下去的真正原因。因為一顆行星的死亡，很多時候並不是從表面開始的，而是從心臟停止跳動的那一刻開始。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